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想先请教大家一个问题，一个可能已经困扰您很久的问题，是不是一旦得了高血压，就真的注定要吃一辈子的药？您是不是也常常这样担心？如果一直靠药物来强制把血压降下去，那往后的日子恐怕就要为各种副作用而痛苦一辈子。各位好朋友，我是文雄。作为一个退休的医生，我看过太多朋友为这个问题烦恼。今天我想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和大家聊聊心里话。在我们急着吞下那颗药丸之前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比吃药更重要的观念，告诉您如何找出高血压背后真正的元凶，以及保护我们宝贵生命的良方。那么，在我们急着吞下那颗药丸之前，我们有没有想过血压为什么会高？很多时候，第一个原因就藏在我们最意想不到却也最普遍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脖子。您自己感觉看看，是不是脖子后面到肩膀这块总是硬邦邦的，像块石头？转头的时候，是不是会听到一点咔啦咔啦的声音？甚至常常觉得头重重的、昏昏沉沉的，好像戴了一顶很紧的帽子，整个人不清爽。现在的人呢，生活太方便，但也带来新问题。很多人，特别是以前当主管或者现在还在上班的朋友，常常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，不然就是低着头滑手机，一看就是半天。长时间下来，我们脖子、肩膀的肌肉就完全僵硬了，血液要送到我们头脑去，路就不通了，变得很困难。您想想看，我们的大脑是最需要氧气的器官，当它发现血液、氧气供应不足的时候，它会怎么办？它会很紧张，会立刻下命令给我们的心脏说：“喂，上面缺氧了，你快点用力泵血上来。”心脏接到这个紧急命令，只好拼命的、更用力的工作。这个压力一上来，血压自然就飙高了。所以很多时候，您量到的高血压其实是身体的一个代偿反应，是它为了自救，为了确保大脑有足够的养分，才不得不做出的调整。伴随而来的可能就是头晕、头痛，有些人甚至会耳鸣。那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我们把脖子这个交通枢纽给打通了，问题就解决一半了。今天我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，叫做尺泽穴。这个穴位是肺经的合穴，中医讲肺主治节，它能疏通我们背后的肺俞穴。一旦肺俞穴放松了，整个肩颈的气血循环就会跟着改善。尺泽穴在哪里呢？来，请您伸出您的左手，手肘稍微弯曲，您会看到手肘的内侧有一条横纹，对不对？就在这条横纹的正中央，您窝到一条粗粗的筋，在筋的外侧，也就是靠近我们大拇指的这一边，有一个小小的凹陷处，您按下去会感觉酸酸胀胀的，这里就是尺泽穴。找到之后，我们用另外一只手，手掌微微握起来，用手刀这个侧面对着尺泽穴轻轻地敲，咚咚咚，像这样，不用太用力，感觉到那个酸麻感传开来就可以了。每天左手敲个3到5分钟，右手也敲个3到5分钟。您在敲的时候，可以试着轻轻地、慢慢地转动您的脖子，会感觉松开得更快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您看电视的时候，跟家人聊天的时候，随时都可以做。除了尺泽穴，我再多教您2个可以当做日常保养的长寿穴位，一个是膝盖下方的足三里，另一个是脚踝内侧的三阴交。这2个穴位，您一样用敲击的方法来保养，可以帮助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变得更好。但是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，如果是怀孕的朋友，请您千万不要去按压或敲击三阴交这个穴位哦，这一点要特别记住。您是不是也经常觉得肩颈僵硬、头昏脑胀呢？这些方法您可以试试看，也欢迎您在下方的留言区分享一下您的感受，我们大家一起来交流。好，这个放松肩颈的方法对很多人都有效，但是如果有些朋友说，文医生，我试了，脖子是舒服多了，但血压还是起起伏伏降不下来，那又是为什么呢？
这就表示我们可能要来看看第二个，一个更深层而且看不见摸不着的凶手了。这个凶手就是我们的情绪。您回想一下，是不是在跟人生气、吵架，或者工作很紧张、心里很烦恼的时候，会感觉到脸颊发热，心跳砰砰砰的加速？这时候您去量血压，数字保证非常高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处在这种激动的情绪里，身体的交感神经就会立刻兴奋起来，它会让我们的血管，特别是周边的小血管瞬间收缩。心脏为了把血液泵过这些变窄的血管，就必须用更大的力气，血压当然就飙高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药也吃了，脖子也松了，血压还是不稳定。因为他心里头的那个结没有解开，只要那个紧张、焦虑的根源还在，身体就随时处在备战状态，血压就很难真正的平稳下来。讲到这里，我想跟您分享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案例。我曾经有一位患者，一位50多岁的女士，体型稍微丰腴一点，人非常客气，但是她的眉头总像是锁住一样，很少舒展开来。她来找我的时候非常的忧愁，跟我说她的血压常年都在200左右徘徊，吃了很多种降压药，换了好几个医生，数字就是降不下来。她跟我描述她的生活，那不叫生活，那叫求生存。她说她每天都活在恐惧里，家里那个血压计上的数字就像是她的判官一样，每天宣判她的死活。她不敢出远门，怕在外面突然不舒服。她不敢跟人生气，连看到不顺心的事情都得憋着，甚至连看喜剧她都不敢开怀大笑，就怕一笑血压又往上冲。你能想象吗？生活变成了一件需要时时刻刻小心翼翼去维持的事情，那有多累多痛苦？我看到他那个样子，心里很替他难过。后来我详细问了他的状况，发现他最大的问题其实是长期的焦虑和精神压力。于是我没有给他开什么更猛的降压药，我反而建议他先从舒缓情绪开始。我教了他一些方法，也推荐他喝一些能安神养心的茶饮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回来复诊，我一看到他就感觉整个人都不一样了，眉头开了，脸上有了笑容。他非常开心地跟我说：“文医生，您的方法真的有效。”他拿出记录本，他的血压已经很稳定地降到了140到150之间。您看，从200到140，这中间的关键不是什么灵丹妙药，而是他学会了怎么跟自己的情绪相处，学会了放松。他笑着跟我说：“文医生，我现在才感觉自己又重新活过来了。”那个血压计再也不是我的敌人了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我心里真的非常替他高兴。这就是釜底抽薪的力量。那说到舒缓情绪，有什么简单又有效的方法呢？最简单的就是喝茶。您可以去买一点菊花，黄菊花、白菊花、野菊花都可以，在您的马克杯里放个10多左右，用滚水冲下去焖一下。菊花本身就有清肝明目、疏散风热的效果，能帮助我们把那股上火的气给降下来。如果您喜欢，还可以加几片甘草，让味道更甘甜，或者加一点枸杞一起泡都很好。如果您的情绪问题比较明显，常常觉得心慌烦躁，晚上睡不好，那我再推荐您一个汉朝医圣张仲景的方子，叫做甘麦大枣汤。这个方子非常温和安全，被称为经方中的安慰剂，能帮助我们的心情变得愉快平稳。配方很简单，您记一下：甘草4钱，浮小麦1两，还有红枣12颗。您把这3样东西加上1500cc 的水，放在锅里去煮，煮到水剩下大约1000cc 的时候就可以了。然后把这个汤当作一天要喝的茶水，温温的喝。煮出来的茶水啊，喝起来是甘甜甘甜的，很温润。您就把它当作开水喝，慢慢的，您会发现心头那股莫名的烦躁，好像被温柔的抚平了。所以您看，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很奇妙？它会用各种方式和我们对话。
甚至有时候我们以为的坏东西，像是高血压，如果您换个角度看，会发现它其实是在保护我们。这话怎么说呢？您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高血压怎么会是保护我呢？我举个例子，天气变冷的时候，很多人的血压是不是都会升高？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身体很聪明，天冷了，它为了不让身体的热量快速散失掉，就会命令我们身体末梢的血管收缩起来，把温暖的血液保留在身体中心。血管变窄了，血压自然就会升高。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生理反应，是身体为了保暖、为了生存所做的努力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您不知道这个道理，一看血压高了就紧张，赶快吃降压药，会发生什么事？身体好不容易把血压升上来保暖，结果被您一颗药硬是降下去了，血管一扩张，热量就散失了。在寒冷的天气里，血压过低反而可能增加中风的风险。您想想看，家里如果失火了，火灾警报器会000地大响，您会怎么做？是拿个锤子把警报器砸坏，让它安静下来，还是会立刻去找到底是厨房着火了，还是哪里电线走火了，然后赶快把火扑灭？当然是后者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吃降压药就像是那个拿锤子砸坏警报器的人。血压这个警报虽然不响了，但身体里真正的火，不管是脖子僵硬、血液不通，还是心里头的烦恼、情绪的压力，还在继续闷烧，这不是很危险吗？所以，当您发现血压升高的时候，不管是因为天气冷，还是因为身体哪里疼痛，或是心里有什么烦恼，您都应该感谢这个信号，是它在提醒您：嘿，主人，有状况了，该加件衣服了，该起来动一动，放松一下脖子了，该好好休息，处理一下心里的烦心事了。我们要做的是找出并解决那个根本的原因，而不是只跟血压这个数字过不去。好了，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，高血压的背后可能藏着几个常见的原因。第一，是我们脖子和肩膀的僵硬；第二，是我们生气紧张的情绪压力；第三，则是像天气变冷这样的环境变化。所以，在您被医生正式诊断为高血压病之前，我诚恳地建议您一定要先审慎地检查自己有没有这些状况，不要轻易的就开始吃药，因为一旦开始，很多时候就是一辈子了。吃这个冤枉药不但伤身体，还可能带来很多后遗症。长期服用降压药可能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，甚至药物的某些作用机制会让心脏的肌肉为了对抗药力而越练越壮，导致心肌肥厚，最后变成真正永久性的高血压，那就很难逆转了。当然，最好的方法还是透过我们日常的饮食来保养。最后，我再提供3样我们厨房里就有的对心血管非常好的天然食物。第一样是芹菜，芹菜里有一种叫做芹菜碱的成分，对保护我们的心血管非常好。您可以把芹菜洗干净，跟苹果、凤梨这些水果一起打成汁，早上喝一杯，非常清爽。如果不喜欢喝汁，也可以把芹菜切成段，用热水稍微烫一下，凉拌，加点麻油、蒜末，就是一道非常棒的家常菜。第二样是坚果，像是核桃、杏仁、腰果这些，您不需要吃多，每天就抓一小把，大概就是您手心能握住的那个分量，当做下午肚子有点饿的时候的点心，既能解馋，又能帮助稳定血压，补充好的油脂。第三样就是香蕉，香蕉富含矿物质钾，钾离子对维持我们心跳的稳定、预防高血压非常有帮助。下午如果觉得有点饿，或者运动完，吃一根香蕉是很好的选择。不过这里也要提醒一下，如果您的肾脏功能本身不是太好，需要限钾，那吃香蕉之前就要先咨询您的医生哦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正在烦恼的朋友们点一盏灯，提供一个不同的思考方向。健康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握在手里的。
如果这支影片对您和您的家人有帮助，请您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按下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未来更多真正有用的健康知识。也建议您把影片收藏起来，或分享给您所关心的亲朋好友。一份关心就是最好的礼物。